老婆因不满妹妹收到贵重的生日礼物，在妹妹生日宴上大闹着要和我离婚。之后更是借着岳母生日的由头，一家人屡次三番怂恿我抢夺妹妹的房产，只为有理由让我将自己被小舅子霸占的房产过户给他。我的一次次退让换来的却是他们一家人的变本加厉，但他们犹嫌不足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便如你所愿，明早10点，我们民政局门口见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。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在包厢椅子上如坐针毡，打了好几通电话，但老婆手机一直提示关机。爸妈脸色都很难看，尤其我妈，在那喋喋不休地数落我：你妹的生日，提前1个月就和你们打过招呼了。说好的7点，这都几点了？一点时间观念也没有。不来就说一声，也没人逼着他来。我在一边陪着笑脸给我妈扇风害。这不是他弟妹怀了3胎，他妈忙不过来吗？他临时帮忙照看一下，忙起来可能就误了时间。我妈见我向着老婆说话，白了我一眼。你们这结婚也3年了，她自己小家不管不顾，既不上班也不生孩子，天天跑他弟家当免费保姆。他那弟妹都3胎了，他可倒好。我爸虽然也心有不满，但一听我妈又说到了孩子的事上，还是赶紧开口制止了这个话题。你这是干嘛？当初说好了，他们自己的事自己看着办，咱们一概不参与，好坏都由他们去吧。见我妈一副不肯善罢甘休的样子，我赶紧拿起身后的礼物岔开这个话题。他估计有事耽搁了，咱们也别闲着。来，冉冉，哥送你的，先拆开看看。我把礼物递给妹妹，她一看果然很开心。你这个大直男结了婚品味见长啊！我想买好久了，一直买不到。谢谢老哥，你喜欢就好。话音刚落，老婆满头大汗跑进来，手机被孩子玩没电了，没注意时间。她的话还没说完，眼神就落在了妹妹的包上。妹妹不明所以，冲着老婆开心道：谢谢嫂子。这包一看就是嫂子的眼光。我哥那直男是万万不可能想到买这个的。老婆转头看向我，原本的笑容突然消失，眼神尽是委屈和埋怨。我刚准备开口，她直接拉过椅子坐下，拿起筷子就吃了起来，完全无视了坐在一边的爸妈和我妹。我尴尬地坐在一边，用手轻轻碰她，示意她和爸妈打招呼。她不但没明白我的意思，反倒把筷子一扔，冲我没好气道：你一直碰我干嘛？有话就说。我妈一听，本来就皱着的眉头皱得更紧了。我爸摆摆手，无奈道：先吃饭吧。
本来其乐融融的氛围被老婆这么一闹，瞬间变得紧张起来。席间为了缓和气氛，我妹一边夹菜一边向我妈撒娇：“老爸老妈，我生日你们给我准备了什么礼物啊？不会只有蛋糕吧？”听我妹问起，我妈一改刚刚的不悦，宠溺地笑着从包里掏出2个本：“生日快乐，我的宝贝女儿，都给你准备好了。这房子就在你公司附近，车也是你之前一直喜欢的。”我妹接过翻开看了看，眼睛瞬间亮起来：“谢谢爸妈，我真是爱死你们了。”她狗腿了过来，搂着爸妈夸张表演，逗得我们都哈哈大笑。眼见气氛缓和了不少，我也暗暗松了口气。谁知身旁的老婆突然毫无预兆，直接摔了碗筷，指着我妈恼怒道：“你们家欺负人也要有个限度吧？这是当着我面要把这个家搬空啊！”我妈和老婆一向不对付，听她这么说，也不客气回怼：“婷婷，你这是什么话？我们老2口给自己女儿东西，还要问过你不成？”老婆也不甘示弱，女儿嫁了人就是外人，你们以后养老还能指望你女儿不成？还不是靠我。我妈明显被他的言论震惊到：“你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，你听听你说的这些话，怎么和封建旧社会似的？我告诉你，我们家儿子女儿是一样的，儿子有的，女儿就有。至于养老，我们老了请保姆去，或是去养老院，不会给儿女增添负担，你也大可放心。”从他摔碗那一刻起，我大脑一片空白，那种羞耻、迷茫占据了我整个脑海。这一阵回过神来，我只想把他赶紧拉走，结果直接被他一把甩开，冲我怒吼道：“你别碰我！为什么你要把那个包给他？你不知道那是我一直都很想要的吗？他什么都有了，凭什么一个包还要和我抢？在娘家，什么都是弟弟的；在婆家，什么都是你妹的。到底有什么是属于我的？你说，我真是受够了。窝囊废！离婚！我要和你离婚！”他的大吵大闹引得外边的人频频看向包间。我爸见状，赶紧起身去结账，然后带着我妈和我妹头也不回地离开，一刻也不愿多待。老婆还想追出去再说什么，直接被我一把拉过来：“你到底要干嘛？有完没完？”大概我力气有些大，他被我拉得一个趔趄跌坐在凳子上，不可置信地盯着我的眼睛。哼，我算是看清了，平时说什么爱我为我好，关键时刻还是和你家人一条心。到底我是个外人是吧？说罢，直接就往门外走去。走到一半，他停住，回头看着站在原地的我，又返回来：“我手机没电了，打不了车，你不知道吗？故意不走，为难我是吧？”
我这几天带孩子都快累死了，你到底能不能体谅体谅我？开车回家路上，他一直喋喋不休，你那个妹妹最会花言巧语，三言两语就从你妈那里骗走了一套房一辆车。你还没事人似的看热闹。你爸妈住着那么大的房子就不说了，现在连你妹一个丫头片子都住了那么好的大房子，咱们呢？挤在那个老破小里，还说什么儿子女儿一样。我真不知道他们怎么好意思说这样的话。我此刻听着他的牢骚，心里说不出的烦躁，忍不住出声呛他：我们为什么会住在那样的房子里，你心里没数吗？大概习惯了我平日的沉默，突然出声回怼，让他有一瞬间的愣神。不过随即他也冷冷开口：你什么意思？我就知道你和你妈一样，平时再怎么装，也是打心眼里瞧不起我家。每次只要一牵扯到岳母一家，他总是这句话。我自认我作为丈夫、女婿、姐夫对他们一家已经仁至义尽，但他们永远不知满足。你是一个有手有脚的成年人，每天不工作，只知道赌博。如果不是他把自己的房子卖了还赌债，然后霸占我们的房子住，我们至于住在这个破房子里吗？老婆一听，顿时勃然大怒。你妹妹上千万的房子有钱买，百万的车有钱买，但就是没钱帮我弟还债。当初要不是你爸妈不肯帮忙，我弟怎么会卖房子还赌债？我妈苦了一辈子，就是为了那套房子。你知道那套房子对我妈意味着什么吗？简直是强盗逻辑。有时候我看着面前歇斯底里的老婆，时常觉得分外陌生。我甚至怀疑，这真的是我大学那个恋爱4年、温柔体贴的老婆吗？接下来的一路，她都在控诉着我父母的冷血以及岳母的不义。直到打开客厅的灯，她的神情才稍微缓和。客厅的桌上是我早就给她准备好的，她很喜欢的那款包，以及她在商场看了好几眼的首饰和永生花。我知道我给我妹买包，她可能会不高兴。为了哄她开心，我特意给她买了多1倍的礼物。她看到这些，脸色缓和了不少，哼，这还差不多。不过别想我这么快就原谅你。下周就是我妈的生日，你要好好表现。我今年能不能给你们家生孩子，可就看这次了。岳母生日当天，我和老婆提着大包小包，刚一进家门，就见小舅子的老婆两眼放光，盯着老婆的新包。优姐，这包不便宜吧？这可是最新款啊，有钱都难买到。我喜欢好久了。小舅子见状，直接一把扯过来，喜欢你就拿走呗。我姐家的东西还不都是我们家的？老婆看我一眼，给他弟疯狂使眼色，见对面无动于衷，只好出来打圆场。最近玲玲怀了3胎，辛苦，这个包就给她吧。
也算是做姐姐的心意。我点点头。其实东西是他的，他想怎么处置我都没意见。只是紧接着他又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你知道的，这个包我喜欢好久了。改天你去把你妹的那个包拿来给我。她那么多包也不差这一个。”我刚想开口拒绝，丈母娘从厨房出来了：“快来吃饭吧。”桌上只有黑乎乎几个菜，看起来全是之前剩的。吸取前几年的教训，这次来我特意买了很多熟食和吃的东西，但还是都被丈母娘收了起来。见我不动筷子，丈母娘把剩菜往我面前推了推：“昨天做多了，今天不吃该坏了。正好你们来了，咱们一家人打扫打扫。”说完又进厨房，把我今天刚买的熟食端了出来，放在小舅子夫妇面前。玲玲不是怀孕了吗？你们吃这个，剩的东西我们吃。话已至此，我一个大男人去抢那一盘熟食也显得太掉价了。但是看着桌上的菜，我真是无从下口。席间他们几次三番眼神交流，我也都装作没看见。见我放下筷子，丈母娘笑着和我说：“你和婷婷结婚也3年了，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？”见她提这事，我不悦地皱了皱眉。半晌才道：“毕竟生孩子的是婷婷，还是得看她的意见。”在我看来很正常的一句话。老婆听完却直接不满地怒斥我：“我妈好好问你话，你阴阳怪气个什么劲？都3年了，你个大男人揪着这点事不放，没完没了了是吧？”丈母娘一听我们提起这事，脸上讪讪的。那时候家里出了那么大的事，正是用人的时候。况且玲玲又刚生了孩子，需要人照顾。她怀着孕，谁来照顾我大孙子？丈母娘话音刚落，小舅子直接拍桌子暴起：“怎么和我妈说话呢？我还就告诉你了，你要这个态度，你们老秦家别想有后。”丈母娘赶紧拦住了小舅子，转身坐到我旁边，语气温和道：“听婷婷说，你妈给冉冉也买房了。”我点点头，嗯了一声。丈母娘皱着眉头，一脸嫌弃：“真不是妈说，你妹一个丫头片子，听说马上也要嫁人了。这房子给了她，不就是给了外人吗？要我说，你得回去把那房子要回来。我活这么大岁数，还没听说谁家给女孩准备房子的。”我有些无语地看着这一家人，他们打我房子的主意也就算了，现在连我妹房子的主意都要打。妈，这毕竟是我妹的房子，我说了哪算？再说我妈一向是一碗水端平，我要是这么去要房子，她非得和我断绝了母子关系不可。也不知道我的哪一句话刺痛了老婆，她直接涨红着脸对我怒目而视：“秦昭，今天是我妈的生日，你非要这么扫兴吗？还什么你妈一碗水端平？
我真是没见过你这样的250。谁家不是紧着儿子？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你就是给他金山银山也是白给。丈母娘见状也站起来赶紧开口，可不是。女儿本就不值钱，尤其是要嫁人的女儿。老话说得好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。你爸妈犯糊涂，你可不能糊涂。知道你这孩子爱面子，让你直接张口为难你。妈都给你想好办法了，你可以把房子先过户给天赐，等婷婷怀孕了，你再告诉你爸妈，他们能眼睁睁看着自己大孙子没房住，到时候肯定会把你妹的房子给你，这样你们也有大房子住，天赐的房子问题也解决了，不是两全其美。看着老婆在一旁不住地点头表示赞同，我也是后知后觉。什么生日宴？这不就是一场鸿门宴吗？好不容易熬到晚上回了家，一进门，老婆又开始唠唠叨叨。今天我妈生日，我让你好好表现，你就是这么表现的，就你这个态度，我给你们家生孩子的事就无限后延。见他又拿这个说事，我觉得我也该和他说清楚，这孩子生不生，什么时候生全在你，我不强求，不过确实要缓2年。我们现在不适合要孩子。他听了我的话，直接怒道：“你这话什么意思？都3年了，这是过不去了吗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难道要让我妈给你跪下谢罪吗？”我无奈叹了一口气，摇摇头，是公司最近资金链出现了问题。我已经把房子抵押了，如果能熬过去，那最好。熬不过去的话，现在要孩子，难道要让他跟着我们一起受苦吗？什么？你把房子抵押了？一听我抵押了房子，他的声音突然变得尖利无比。你为什么不和我商量？难怪今天要你过户给天赐，你一直支支吾吾的。我就问你，万一真出了什么问题，房子被收走，你让我妈和天赐一家人住哪里？和我们一起挤在这小房子里吗？关我屁事！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。房子大概也就这2天就会去收了。今天是妈的生日，我总不好在她生日上说这事吧？我不管。这件事你必须想办法解决。如果你让我妈和天赐没了房子住，就别怪我和你离婚。这一次的谈话又是不欢而散。老婆说完，直接摔门进了卧室。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只觉得无比疲惫。这样的婚姻简直没意思透了。因为公司更换了新的办公地点，这些天我一直在忙着搬家，基本都是从早忙到晚。快下班的时候，最近一直没怎么搭理我的老婆，倒是破天荒地打电话催我早点回家。回家路上我想了想，还是去他最喜欢的甜品店给他买了个蛋糕。刚进家门，就见屋子里摆满了大大小小的行李。我还没来得及说话，
小舅子不知从哪里突然冲出来，对着我就是一拳。幸好我反应及时，侧了侧身，堪堪避开了这一拳。小舅子满眼通红，好，你个王八蛋！你明知道我老婆怀孕，这么关键的时候，你居然抵押了我家的房子，把玲玲气回了娘家。我老婆孩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要你们全家陪葬。老婆一边安慰着丈母娘，一边也恶狠狠瞪着我。秦昭，你到底还是抵押了这套房子是吧？你抵押房子，为什么不先问过我吗？还有，你抵押了房子，准备让我们一家住在哪里？住在我们这个老破小吗？这些你都安排好了吗？面对这一连串的指责，我真是有些懵逼。我的房子这些年一直被小舅子一家霸占着，倒是真让他们以为房子是他们的了是吧？既然事已至此，我也不必再一味退让了。房子是我的婚前财产，我总有自由处置的权利吧。至于他们住在哪，是我应该操心的吗？你要想让他们住在这里，我也没意见。我走总行了吧？见我拿着行李箱收拾东西，老婆也绷不住，直接大声质问我：好一个你的婚前财产！我就问问，那我嫁给你这么多年，我得到了什么？我们家得到了什么？在大学时期追我的人那么多，我真是瞎了眼睛才和你在一起。我停下手里的活，看着他的眼睛道：这些年，你有工作过一天吗？你弟妹有工作过一天吗？你包括你们全家的生活，是不是全部是由我来负担的？听我这么说，苏婷像是受到什么委屈似的直掉眼泪，你不过就是负担生活费罢了。我弟弟赌博输了钱，我想让你妈帮忙还上，他都不肯。是我弟弟卖掉了自己的房子才还清。这套房子让你过户，你不肯就算了，哪怕让他们一直住着也不是不行，但你还要抵押掉。你明知我弟媳怀孕，你为什么不能先问你爸妈拿钱？为什么一定要抵押这套房子？你这样不是把人往绝路逼吗？至于生活，不是我苏婷说大话，我就是嫁给任何一个男人，他也要工作养我全家的。你的这些也算付出吗？既然话说到这份上，那我们还有什么可聊的？那你什么意思？我看着苏婷冷声问他。这一次他倒是没了之前的歇斯底里，语气平静地对我说：离婚。如果你不能负担起我家里人的生活，那我和你也没什么可说的了。我是家里的长女，我爸走之前特意嘱咐我，这个家以后就靠我照顾着，我不可能只想着自己。我点点头，如果这是你的决定，那我也支持你，就按你说的来。一听到离婚，丈母娘一手捂着胸口，一手指着我，转头对苏婷说：我早说让你跟了老王家那二儿子，
你非不听。人家现在是大老板，他呢，家里条件好有什么用？不给你都是白搭。听丈母娘这么说，苏婷赶紧辩驳：他都结婚了，我跟他算什么？给你钱就行，结不结婚的能怎么的？你跟着人家，我和你弟也不至于被赶出来，没个地方去。丈母娘说完，白了苏婷一眼，看着我继续说道：婷婷和你一起也3年了，还为你打了个孩子，就算离婚，你也要给他一点补偿吧。他不提孩子还好，一想到这个，我的手指骨都捏得咯咯作响。我没想到他居然会无耻到用这个孩子来争取更多的利益。我们2个结婚这么多年，也没有什么资产，除了他手里的工资卡，也就只剩一堆负债了，就一人一半呗。一听负债，苏婷直接炸锅，你的负债和我有屁关系？我一直要你别创业，你偏不听。要不是你瞎创业，这些年我妈我弟一家也不会过得这么紧巴巴的。你把钱都攥在手里，就那么几个工资，够谁花？现在还要我来负担你的一半负债，凭什么？秦昭，你到底是不是人啊？他喊得声嘶力竭，我的内心却没有半点波澜。随你便，那就起诉吧，到时候法院怎么判，就怎么执行。你要还是不同意？不离我也没意见。听我这么说，小舅子赶紧接话，对苏婷道：不行，你不离婚，到时候万一他的负债越来越多，你就永远没法脱身了。丈母娘也在一旁附和：是啊，与其和他耗，不如趁着年轻再找个。你们又没孩子，再找也不难。我拉着行李箱走到门口，对他说：这个房子还有半年租金到期，留给你，我们的存款都在你手里，也全部留给你，负债我独自承担。你如果同意，明天早晨10点去民政局办理离婚。你不同意，那该怎么办就怎么办。说完，我头也不回地离开，身后回响起玻璃破碎的声音：秦昭，你王八蛋！第2天，我如约来到民政局门口，没想到苏婷比我来得更早，手续办理非常顺利，只等着1个月后我们来领取正式的离婚证。今天的他完全没有了昨天的歇斯底里，倒是多了一些冷漠和傲慢。秦昭，你是不是以为我离了你就活不了？你别忘了，曾经追我的人有多少？只要我愿意，我随时可以开始一段新的感情。呵，倒是你，现在穷光蛋一个，我倒想看看，和我离了婚，谁还会和你在一起？我不能否认，论长相，他确实很出众。不过俗话说，靠山山会倒，靠人人会跑。我早就劝说过他，与其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，倒不如自己努力成为那样的人。
可惜当时他只觉得我是因为不想负担这些责任才说这样的话。罢了，由他吧。这1个月，我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工作上。有些时候，你不得不信运气这东西。大概是否极泰来。本来摇摇欲坠的公司，这1个月陆陆续续接到不少单子，再加上我之前的贷款到账，倒是一下就解了公司的燃眉之急。去领离婚证的前1天，苏婷还特意提醒我时间，她的声音里有掩饰不住的欣喜，就好像这一天她同样也等了好久。第2天一切顺利，我们8年的感情就在此刻画上了句号。从民政局出来，我本来还想最后绅士一次，送他回去，不料被他直接拒绝。男朋友来接，不麻烦你了。刚说完，他就冲着一辆黑色越野车招手，我也识趣地离开。对于这一点，我没什么感觉，毕竟我们离婚了，再和谁谈恋爱是人家的自由。谁知我刚发动车子准备离开，就听到了苏婷的尖叫。等我跑过去，就看到一黑衣女子身边散落着一堆照片，对着苏婷拳打脚踢。好在是1v1，苏婷很快反应过来，就开始了反击。我刚想上前拉架，就见刚刚那辆越野车的驾驶室门打开了，走下来的不是别人，正是我们的大学同学宋振宇，也是苏婷最久的追求者没有之一。其实当年苏婷的追求者不在少数，不过自从我们官宣恋爱后，虽然不少人心有不甘，但是见我们每天成双入对，也就默默退出了。只有宋振宇，整个大学4年里，他愣是没有放弃，直到我和苏婷结婚，他才渐渐退出了我们的生活。就在他走出来那一刻，2个女人都停止了打斗，双双望向他。苏婷有些委屈地率先开口道：“振宇，他是谁？好你个不要脸的！这才刚出民政局大门，就发骚勾引别人老公了是吧？看我今天打不死你！”黑衣女子疯狂叫骂，慢慢的围观路人越来越多，还有不少人举着手机拍视频。宋振宇挡着半边脸开口道：“苏婷，之前是我喝多了神志不清，如果不是你勾引我，我们不会有这么多牵扯。今天当着我老婆的面，我们也算做一个了断，以后还是不要联系了。”宋振宇话一出口，刚刚还激烈反抗和对方打个平手的苏婷直接呆愣在原地挨打。过了好久，他才反应过来，发疯一般推倒眼前人，3步并作2步走到宋振宇跟前，狠狠给了他2个耳光。神志不清？好，今天就当着你老婆的面，让他看看你是怎么神志不清，被我勾引的。说罢，他打开手机扔到女人面前。宋振宇想抢，却被他老婆一把夺过。
苏婷满脸怒容，整了整有些凌乱的衣衫。你睁眼好好看看，这就是他说的神志不清。如果不是他趁虚而入，每天对我嘘寒问暖，还劝我离婚和他在一起，我又怎么会和他发生那些事？宋振宇一看没办法自圆其说，直接耍无赖道我不过玩玩而已。你个蠢货还当真了？你也不想想，你一个二手货，我凭什么离婚娶你？还当自己是校花的时候啊！说完，直接跪在黑衣女子面前，一边声泪俱下道歉，一边狠扇自己耳光。老婆，你原谅我吧，我真是一时糊涂。你也看到了，我不过就是和他聊了2句，他就当真了。老婆，我真的知错了，你怎么罚我都行，求你了，原谅我吧。黑衣女子明显不解气，但面对苏婷这个他们共同的敌人，她还是选择一致对外。那你今天当着我的面和他做个了断，以后你们要是再有联系被我发现，你就净身出户。老婆你放心，以后我的手机你随便看，你一天24小时电脑登录着都可以，我的工资全部交给你保管，下班就回家。我发誓，我要是再犯错，别说净身出户，就是天打雷劈，以死谢罪都成。宋振宇跪着发誓的滑稽模样，惹得女人扑哧一声笑出了声，看起来气也消了一大半。不过苏婷那边可没那么好受了，她红着眼眶对着宋振宇怒吼：“你个骗子！是你劝我离婚，说你这8年你一直爱的是我，还说你已经离婚了，随时准备着娶我。你这个骗子！那你说的给我们家买房的承诺，是不是也是骗我的？”那边宋振宇好不容易哄好了他老婆，一听苏婷说这话，直接挥手打断：“你脑子有病吧？我是钱多没地方花了吗？给你买房子？滚远点！我爱的一直是我老婆。还有，我最后一次警告你，要再敢来骚扰我和我老婆，别怪我不客气。这世道对男人真是宽容的可怕。”宋振宇不过3言2语，围观的人都直接忽略他的存在，对着苏婷一顿指指点点。我本想着送他回去，谁知我刚一走近，直接被苏婷一记白眼：“你也来看我笑话的是吧？为什么你刚刚看我被他们那么羞辱，都不为我说句话？看我这么倒霉，你是不是觉得很爽？现在又来装什么好人？你就是个卑鄙小人！滚！我就活该多事。既然人家不领情，我干嘛还要热脸贴冷屁股？”气得我也直接转身开车离开了。我爸妈得知我离婚的消息，倒是震惊了好一阵。之前出了那事，让你离婚你就是不离，现在怎么好端端的倒把婚离了？我沉默半晌，也不知道该从何说起。其实真要说起来，
我和苏婷两人并没什么大的矛盾，无非就是两人对家庭观念认知的不同，让我们在未来的生活中实在无法达成共识。以前常听人家说结婚是两家人的事，我一直不太认同。我觉得只要两人真心相爱，那一定可以排除万难。其实现在我也还是持怀疑的态度。我觉得我和苏婷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个地步，大概也是因为不够相爱吧。因为不够相爱，所以我们各执己见，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底线，不肯让步。算了算了，就他们那一家子吸血鬼，离了也好。吃饭吧。我妈一直不喜欢苏婷一家人，对于我离婚的消息，她倒是很快就接受了。自打离婚后，我每天几乎是玩命工作。我妈给我安排了几次相亲，也都被我推掉了。我现在只想好好搞钱。没有物质的婚姻就像一盘散沙，好在所有的付出都有了回报。这半年，公司也在我的努力下小有名气。接到的项目也多了起来，再加上我现在光棍一条，也没什么花钱的地方。慢慢的，我手头倒也宽裕了不少。还清欠款，收回房子那一刻，我直接找了个中介帮我把房子卖掉。这2年房价虽然一直下跌，但是这套房子在市中心，又是一套学区房，所以并没有受太大的影响。倒不是房子有什么问题，主要这个房子之前一直被小舅子一家霸占着。虽然我们已经离婚了，但他们的脑回路我也不是第一天领教。说真的，我实在不想再和前妻的家里人扯上哪怕一丁点的关系。从我认识他们第一天起，他们就无时无刻不在打钱的主意。我和苏婷是大学同学，其实我们大学4年感情一直很好。我那时一直觉得他就是我的灵魂伴侣，直到结婚那天，我们因为丈母娘在婚礼上临时加彩礼不肯放人，才第一次闹了不愉快。自此之后，只要有岳母一家出现的地方，我们就有无休止的争吵，但总归是小吵小闹，对我们的关系影响也并不算大。直到因为小舅子欠了赌债，丈母娘和前妻希望我父母可以帮忙把钱还上，但我妈因为彩礼的事情对他们家颇有怨言。再加上小舅子在我妈生日宴上偷了2个金手镯，拒不归还，被我妈当场报警处理。至此，两家人的关系也直接降到冰点。小舅子把房子卖掉还赌债后，丈母娘就把主意打到了我的房子上，更是为了逼我同意，直接打掉前妻怀孕6个多月的孩子，气得我妈住院1个多月，前妻也因此失去了生育能力。只是那时她的状态也非常不好，虽然我心怀怨恨，但也不忍再说出来打击她。也正是因此，每次她拿生孩子的事情压我，总是会让我再一次想到这件事。每说一次，
我心里对他们家的怨恨也就多一分，再深的感情也经不起消耗。感情一旦耗尽，与其做一对怨偶，倒不如分开，各自开始新的生活。这大半年，我和苏婷几乎没有再联系过，除了刚开始因为她的视频被宋振宇发到了同学群里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我安慰了她几句，被她拉黑后，我们就再没有任何联系了。倒是小舅子几次发消息威胁我，他没了房子住。我和苏婷离婚后也不再贴补他们，于是他老婆直接回娘家打掉孩子，和他离了婚，并且很快再嫁，对2个孩子也是不闻不问。他们一家人之前一直都没有工作，这下突然要独自抚养2个孩子，那怨气可想而知。他去我原来的公司找了好几次，但我早都换了办公地点，他找不到，只能作罢了。此后的2年，我觉得人生就像开挂一样顺利。公司从最开始的摇摇欲坠，到现在已经开了2家分公司，老房子卖了个不错的价钱。我的新房近期也打算正式入住了。我妈生日前夕，我和我妹约好去商场给她挑礼物，结果我妹路上堵车，我就进去随便逛逛，没想到竟然在专柜遇到了苏婷。她正忙着给顾客试手镯，见到我愣了愣，然后示意我等她一下，有柜姐帮我推荐。我指了指苏婷，让她帮我选吧，你去招呼别人。这算是我们离婚后的第1次见面，她好像褪去了之前的青涩莽撞，整个人看上去更干练自信了。我们没有过多的交流，选好后就让她帮忙打包起来。她还挺讲义气，给了我个员工折扣。等我妹的间隙，我去天台抽了支烟，刚好遇到了同样在这里抽烟的苏婷。做销售压力太大，慢慢就学会了。她率先和我打了招呼：“嗨，现在什么都难做。”可不是，自己工作了才知道赚钱有不容易。再次相见，我们没了之前的剑拔弩张，就像2个熟悉的老朋友在谈论生活的不易。我刚刚太忙，还没来得及和你说，你就不见了。你要不急，一会和我去一下柜台，我帮你给吊坠编个绳。我点点头，我们俩都没再说话。短暂的沉默过后，还是苏婷先开口了。我都没想过咱俩还能像今天这么说话。想想我之前做的那些事，我真是觉得无地自容。哪有你说的这么夸张？都过去了，现在这样不挺好？他释然一笑，刚知道我不能生育的消息时，我觉得五雷轰顶，觉得我这辈子算是完了。那时候我真是恨你，但后来想一想，这完全是我自己一意孤行，这事压根和你没关系。可别这么想，现在科技发达了，这些都不算事。再说了，判断一个人的价值，也不应该是他能不能生孩子吧？
他的眼圈有点红，我妈从小就不喜欢我。缺爱导致我敏感又自卑，再加上那时有你妹妹做对比，我总觉得自己低人一等，就想做点什么得到我妈的肯定，以此来安慰麻痹自己。现在想想，那时候简直失心疯了似的。不过好在一切都过去了，生活不就这样吗？关关难过关关过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，咱得往前看不是？晚上带我妹和外甥吃完饭出来，但商场已经要打烊了，但外甥哭闹着非要买大飞机，怎么哄都哄不好。我身上没带现金，无奈只得把银行卡递过去，轻声哄他：明天让妈妈带你去买好不好？密码就在银行卡的背面。我妹白我一眼，你就惯她吧。随后又趁外甥不注意，偷偷把卡硬塞我手里，带着外甥离开了。这张卡是分别时苏婷坚持塞给我的，一直带身上，就想着什么时候遇到了还给你。我推辞几次，但他仍坚持塞进我手里。那房子快到期的时候，我妈就拿着我所有的钱带我弟离开了，甚至连招呼都没有和我打过。那时我刚工作不久，就是开口问人家借钱，怕是也不会有人借我。那会我真的很慌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没想到下午居然就收到银行短信，这卡还是大学时咱们一起办的，除了你，也不会有第二个人给我打钱了。那会我才明白，人不应该执着于自己没有的东西，而忽略掉真正属于自己的。只是等我意识到的时候，已经太迟了。这钱你拿着吧，你拿着我也就安心了。开车从地库出来，刚好遇到了下班的苏婷。他身边的男人接过他的包，体贴地帮他戴好安全帽，又从车筐里拿出一串糖葫芦递给他。后视镜里，男人一路好像在讲着什么好笑的事，然后他们一起笑得前仰后合，直到我的车拐了弯，再也看不到他们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